自从苏妈的 RX 6000系列发布之后，其超强的性能和真香的价格又一次让 AMD 噎死了起来。要知道，前代 GPU 因为驱动问题所导致的黑屏和蓝屏现象劝退了无数玩家。那么作为 AMD 首款支持光追的显卡，本次在驱动方面和光追效果上到底有哪些进步呢？下面就跟着超级课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发布会上，想必大家已经知道 RX 6000系列相比于前的 RX 5000系列拥有着巨幅性能的提升，甚至还超过了 NVIDIA 的 RTX 30系。但在这些强大的性能背后，正是因为采用了全新的 RDNA 架构和多项优化技术才得以实现。首先，大家要明确的是，此次 RX 6000系列使用的是 RDNA 架构，依旧采用的是与上代 RDNA 架构相同的台积电7纳米制程工艺，这也就意味着其性能的提升完全和制程工艺没有太大关系，纯粹是因为 Navi 21更强的核心、更多的流处理器、更高的运行频率以及更新的架构设计所带来的。由于制程工艺并没有改变，那么增加芯片规格和提高运算频率必定会带来更高的功耗压力。为了解决这一点 ，AMD 也是下足了功夫。按照 AMD 官方说法，此次 RX 6000系列其实是与 PS5 和 Xbox Series X 的定制 SoC 一起协同研发的，而这种方式也使得 RDNA 架构融入了来自锐龙 CPU 的部分特性，比如更多的细粒度时钟门，重新设计了 GPU 核心数据的移动路径，以及全新的128兆 Infinity Cache 缓存技术。而这一点就是 RDNA 架构真正奥秘所在。我们都知道，为了能在 4K 游戏中有个高帧率的表现，老黄的 RTX 3080和 RTX 3090都分别采用了位宽为320bit 和384bit的 GDDR6X 显存，而带来的就是成本增加和功耗上涨。但 AMD 方面并未跟进，依旧采用了位宽为256bit 的 GDDR6 显存，但为了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 ，RX 6000系列通过利用 Infinity Cache 技术与新加入的128兆缓存相结合，共同建立了全新的内存子系统，在保证了成本和功耗基本不变的前提下，让显存效率巨幅提升。不得不说 ，AMD 的技术确实要比 NVIDIA 领先。除此之外，作为 AMD 首款支持光追的显卡，其在这一方面同样也是亮点突出。据悉 ，RX 6000系列完整支持 D+12 Ultimate、DXR 光线追踪、VRS 可变着色率、网格着色器、采样器反馈，并且首次支持硬件光线追踪。根据 AMD 官方介绍，在几何程序样品测试中，其光追软件加速仅为34帧，而在开启硬件光追后，帧数来到了471帧，性能暴涨了13.8倍。然而这并不算完。作为 NVIDIA 一直引以为傲的 DLSS 技术 ，AMD 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反击，推出了类似的 Super Resolution 超分辨率技术。据苏妈表示，这项技术也是基于 AR 人工智能 ML 机器学习的超采样抗击齿，配合硬件光追可以兼容高画质和高帧率，也就同时可以在开启光追的时候获得更好的游戏性能。但与 NVIDIA 封闭的 DLSS 技术相比 ，Super Resolution 它是开放的，甚至还是跨平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次世代主机 Xbox Series X 和 PS5 均能支持光线追踪的原因。所以说到底是谁为广大玩家们做了贡献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苏妈永远地神。不过可惜的是 ，AMD 目前正在与游戏界合作伙伴推进该项技术，而 Super Resolution 技术目前还在开发和测试中。RX 6000首发上市的时候可能不会立即支持，需要后续通过驱动加入并不断增强。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，此次 RX 6000系列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那就是 AMD Smart Exis Memory 驱动内存超频技术，但它只有在搭配锐龙5000系列 CPU 时才能激活。按照官方的说法 ，AMD Smart Exis Memory 将允许 CPU 直接读写 GPU 中全部显存，而不再像以前每次只能访问256兆的有限空间。这样一来 ，CPU 和 GPU 之间的碎片化现象将得到有效缓解，通信效率也会得到巨幅提升。最后有谁才能想到，那个几年前一直在高端领域被压制的按摩店，如今凭借 Radeon 5000系列和 RX 6000系列的出色表现，成功完成了以1敌2的壮举。至此，那个性能炸裂、价格公道的 AMD 它又回来了。AMD Yes。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，记得关注超级课。我们下期再见。